哎呀，老段，怎么还来呢？啊，快快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赶紧吃点，一会儿还办正事儿呢。这路上堵车，没打扰你们俩吧？啊，那个我在路上一直琢磨啊，因为这厨师长庞成，这在职期间呢，副厨师长丁传，因为这个职级的问题，一直怀恨在心，而且两个人因为这个跑勤的事儿呢，发生过好几次冲突，所以我就琢磨，如果丁传真的是凶手呢，其一，他用刀非常熟练，肯定是10年以上的经验，再有。这个饭馆的环境呢，他比较了解。他要真想杀人，监控肯定是拍不着的。对，曲队，当时案发的时候，你没好好排查一下这个人吗？能不查吗？还拘了他12小时，但是既没有目击证人，也没发现凶器，他又咬死不认，也不能一直扣着吧？赶紧吃。那你说这个烤鸭店2层楼1000多平米。这藏个凶器不是跟玩似的吗？你们确定当时真的很仔细的搜查过是吧？我们当时查的呀，连泔水都掏了，就差抠瓷砖了，确实没发现。刚刚问题怎么能问出这么业余的话来呢？是不是被你那个不着四六的弟弟给气傻了？像，像啊哈！哎，别瞎说，饿的，赶紧吃点儿。饿，吃完了，把我给饿坏了。哎，这鸭血不错啊，就爱吃鸭血。再来一块，这儿呢。鸭血，就爱吃这个。不是老关，你不吃这玩意儿吗？这血子呼啦不好看，你这怎么不吃呢？他2年前公安队来我们向阳协助办案，帮了我大忙。那会儿我请他吃火锅的时候，点了一大份鸭血。你说周队，你们俩天天形影不离的，跟2口子似的，你都没发现他对这血子呼啦的东西早都免疫了。你没看出来？免疫了啊，有可能。为了美食啊，把这心理障碍给越过去了啊。算是吧。你这么一说吧，我这心里这小阴影还是有点。这脑不错，来着。不，中脑你也吃啊？不是，到了还有什么我不能吃啊？请他吃完火锅，啥都吃了，啥病都好了。服务员，哎，麻烦把你们那厨师长丁传叫来一下。哦，行。毛肚我能吃吗？请便。好嘞。厨师长，那几个人找你。不认识啊，你去忙吧。哟，怎么啦，几位？是不是对我们的哪个菜品不满意来的？不好意思啊，丁传，还得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一下。那容我换身衣服吧。甭换了，没你什么事儿，很快放你回来。真有你的事儿呢，看守所有的是衣服。困死我了。哎，喝一口睡觉了。哎，哥，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昨天那顿火锅啊，花了我666啊，给我心疼坏了。但是呢，值啊，花的太值了，太有意思了。怎么个有意思啊？这顿火锅呢，
足以证明你对曲贤的判断啊，他对咱们啊是无私的帮助，绝对的信任，跟周迅一样，跟咱们是一道上的人。但是，他俩之间完全不知道咱们是一伙的，我就往那一坐，给他们俩紧张坏了，你知道吗？生怕我会露馅，各种演技上身，帮我打马虎眼，我就在那儿听着，我就想这个，我都快憋不住了，我。哎，对了，哥，跟你打听个事儿啊。这周迅跟曲贤这俩人，年轻的时候他们俩是不是好啊？啊？慧玉，你说的这些一点都不好笑，而且都是废话。有这个时间，你应该多想一想啊，怎么才不会再犯低级错误，不再暴露自己。只有这样，才是对你我对这个案子负责。也是对那些对我们无条件信任的人的负责，也包括林佳音。这不是儿戏，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了。确定已经排除他的嫌疑了？确定了。从直接询问上，这个丁传反复说一件事儿，就是他和死者这个厨师长庞成虽然有矛盾，但到不了你死我活的份儿，他更不可能杀人。再者说了，他是前年年底才来京港务工的，你想想，第一起案发、第二起案发的时候，他还没到这城市呢，那谈不上什么动机啊。哎呦，真的，不行了，得给找地儿密会去了。哎，兄弟，咱试一下。好嘞，谢谢。那咱们线索是不是又断了？你怎么就能确定这个娃娃脸肯定会回这个新医院？职业到时候补个漏。像这种缜密自信的人，一般都是完美主义者，甚至是超级强迫症。我猜他肯定会回来打扫战场。这种人一般都不会让自己有半点的疏漏，就算留下一根腿毛，他也会想办法回来取走的。嘿，哟，太可爱了，小饕餮。哎呀，长得像亚楠，亚楠发来的吧？这不是废话吗？还是他自己发的？你碎不碎呀？嘴。小饕餮。
烤鸭店监控里那3个人排除嫌疑了，最后一起案件的线索断了。今天已经是4月2号了，凶手可能随时出来再次作案，时间要按分钟计算了。知道。哎哎，有情况！方大，就是他，他就是想要杀我那娃娃脸。现在怎么办啊？那怎么着得找个突破口吧？哎，这些案件资料复核过吗？没有。关队，这个案子我比较了解。关队，行啊，那麻烦你跟承办支队打个招呼啊。小周，把这些案卷副本带上，咱们再重新过一遍现场。现在就走。哎，师姐，谢谢师姐。二位好，请问有预定吗？啊，警察带我们去餐厅后门看看。哦，好，这边请。这边。往这边。就是这儿。二位警官，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没有了，谢谢啊。关老师，这儿有监控。走的是明线，应该是案发以后撞上的。哎，这尸体当时躺在什么地方？哎呀，关老师，这就是案发现场，尸体就在你脚下。那个尸检上写的一击致命，尸体有没有被挪动的痕迹？勘验记录上显示没有。案发时间是晚上8点多，周围有路灯，就没有居民目击到吗？案卷上显示，通过走访调查，并没有发现目击者。关老师，你说，凶手会不会就住在这个小区啊？在家门口杀人，这也太荒诞了点儿。不过，这也算是一种考量。这是个封闭的小区，周围的围墙栅栏差不多在2.5米以上，外边是商业区，
案发时间还算早，外面很多人，所以案犯应该不是翻墙进来的。如果也不是从这个餐厅穿进来的，那只剩下大门和侧门2种可能。当时案发的时候，监控录像应该由向阳支队作为物证封存了。那咱们是重点筛查在案发前进现场的人，还是在案发后离开现场的人啊？案发时间段前后进出的人都有嫌疑，但我还是有些问题想不明白。如果凶手只是在案发的时间段一进一出的话，他是怎么知道被害人会在这个时间段到餐厅的后门来抽烟的呢？这随机性也太强了。那我先回去。不用了，通知一下小赵，让他协同向阳支队的一块调查监控录像。这个方向肯定没问题，但是我们不可能把宝都压在这上面。去看一下下一个现场。关老师，这就是第2案的案发地。我拿下案卷。哦，具体的被害点在哪里？哦，我核实一下。确定是这个人吗？确定，刘英认得他。我从新源之夜跟他一路，关老师，还是让他给跑了。这儿，我这案子有点棘手，你一定要稳住，不要着急。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。啊，好，你也多加小心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被害人龚欣，女，41岁，财务工作人员。被害时间是4月6号晚上10点半到11点之间。他应该是来赶末班车的，尸体是在路边被发现的，同样是没有被移动过。这里2、3年前没有监控，凶手都是在下雨的晚上作案，而且行完凶之后迅速离开。相较于庞城遇害的地点，这里其实是个开放式的现场，而且更具随机性。第1名被害人刘晓东是在自己的公司遇害的。要这么说的话，这3名被害人都是在自己的单位或者单位附近遇害的。哎，这算不算一个共同点呀？如果这是共同点的话，这案子就更难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可以说明，凶手与这3名被害者在个人生活方面就没有任何的交集。那凶手会不会与3名被害人在工作当中都存在着某种关联呢？电商公司的业务经理、事业单位的财务、烤鸭店的厨师长，这3种工作的人会和什么样的人在工作当中产生关联呢？这应该不会再有什么线索了。那个龚欣就在附近上班，我在那儿约了海港行知的人。走吧。啊。裴总，我刚才被人盯上了，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听你们的。需要我出去避避风头，我就先离开一阵子。要是你们也觉得无所谓，我就该做事就做事。继续做你的事吧，爸爸。我们都很看重你，
不仅因为你比叶方舟身手好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摆得清位置，不自以为是。叶方舟死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他愿意交出光宏宇换自己一条命？这小子，当时为了保命，连他亲妈都能交出来。他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。盯上我的那个人，好像是光宏宇。哎，找着了吗？找着了，但是半路给跟丢了。我哥说等他回来再跟他商量。哎，马上天黑了，咱们得赶紧去跟我哥交接。嗯，好。老关。这个呀，就是工薪他们单位的负责人钱主任。你好，想问一下，工薪在你们这儿干了多长时间？差不多10年了。那一般他正常的工作时间是？也就是早8晚5，可以说很稳定。那4月6号晚上，他为什么10点多才下班啊？嗨，说来也寸，每年4月初，单位都要采购5一前后发放的粮油物品，一般都是在农贸展会上订购。那天晚上，应该是等送货的商家结算，所以就拖了这么晚。怎么说？送货的一般都是开外地牌照的小货车，7点半之前根本进不了5环。等货到了，内勤、库管还得来点货验货，这一来二去也就……既然你们有专业的内勤和库管负责收货验货，为什么一个财务会待到那么晚呢？开一张支票不就行了？老关，这个情况我已经查过了。当天来送货和结算那些商户里边呢，有个别商户是需要现金结算的。其实这个年头啊，需要走现金的越来越少，但是一旦碰上交接的时候，财务必须在场，当面点清。那麻烦给我看一下那天你们收货和结算的记录。好。那天晚上只有这一家商户是用现金结算的，而且是个体商户。你看上面写着，连税费都是代扣代缴的。这签的是什么字儿啊？那是墨水吗？看不出来，交给技术中心吧。哎，谢谢。就是这儿。这边都是临建房，因为没有产权，所以没法工商登记，但是价格特别便宜，所以很多小公司还是愿意来。既然是临建房，我就指望不上能够有监控了吧？陆队，让你久等了啊！好。来，他们家人啊都出去吃饭去了。被害人叫刘晓东，是这家电商公司的经理，他还有一个合伙人是他大学同学。因为他的遇害吧，他这个大学同学受了很大的打击，生意也不干了，就回老家了。因为这个公司一直没人管，同年9月份被吊销了营业执照。当年这个案发现场就被封了，一封就是2年。
2年过后继续出租，现在已经是第3波租客了。关队，我接个电话。第3波租户，走吧，去附近转转。谢谢。那走啊。关老师，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往往实施连环暴力犯罪的人，在第1次的作案过程中暴露的破绽，留下的线索是最多的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些啊？就是第1次和您查案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叫高远的，对，就是那个狂欢型谋杀案。当时您就是站在第1案的抛尸现场，分析出对方其实看得到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排查周围的小区，找到了被害人的车，还有被害人的猫。关老师，上楼看看。哦。之前见的那个钱主任说，他们5一的福利是在哪儿订购的？我记得是农贸和特产展会，第9届春季农林特产展销会。哎，关老师，不就是在这儿吗？快点！凶手是在这里面吗？还不能100%确定呢。不过现在唯一的线索指向就是这儿。老周，抛开第3起案件不说，前2起案子跟这个地方都有关系。我刚才找这儿的负责人了解了一下情况，这个地方逢年过节，还有1年4季都会有大规模的农产品展销会。第1起案件的受害人刘晓东所在的临建办公区，大部分的公司所经营的项目都跟这个展销会有关。第2起案件，被害人工薪，他们的事业单位所采购的5一福利也是在这儿订购的。结合2者的这个关联性，我觉得这个凶手应该不是本市人，更有可能是每年4月份来参加展销会的个体户。你这么分析倒是可以，但你知不知道这里一共有多少家商户？刚刚已经了解过了，一共有700多户商家来参加展销会，晚上结束的时间是8点半。8点半。那现在还有2个多小时。是，所以在8点半前我们要封锁这里，然后把一般的民众给梳理出来。老关，封这儿你知道需要多少人吗？而且现在正好是高峰点。我们队能调来40来人，我跟陆局说一声，让总队调些人手过来。我刚打了电话，我们队能来30人。海港那边我刚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加起来40-50人，也在赶过来的路上。这加一块才100多人啊！封这儿，这人不够啊！咱们队也得来人，啊，不管筛查需要多长时间，只要凶手在里边，至少能阻止他继续杀人。不够也试试吧，赶紧干活吧。走走走，赶紧的，快点快点！这儿，给帮着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赶紧叫人。好嘞。老关，天不早了，一会儿封锁场地，交接起来就不方便了。破案第一，我有分寸。行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老关，进门封上了。行啊，我布置一下啊。A 区、C 区这粮油副食品区，这个区域比较大啊，然后摊位比较多，曲贤你们和总队的人负责。好。啊 ，D 区呢是海产区，这个由我们队负责。E 区呢现在是封闭状态，不用查。F 区是蔬果区，这个新城你们负责。好。G 区肉类区，你们西关负责。排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？第一呢，是查这2年连续来参加展会的商户；第二就是查一下他们的这个交易记录，尤其是有刘晓东他们公司或者工薪他们这个事业单位相关联的；第三就是筛查出用现金交易方式的商户。啊，这3点符合2点就控制住，把这步话机调到1频，我就在这个位置，有任何突发的情况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好，行动，走。这儿啊，人手不够，打完电话赶紧过来参加排查啊！啊，马上。我人过去，好。只是例行警察。各位都不用慌张，没事儿。参加展会的有序撤离，警方例行排查，好吧？大家配合一下我们工作，好不好？把身份证都拿出来，等着。花儿，哎，检查所有人身份证是商铺的，就留下顾客，检查完就可以让他们走。只要证明你们不是这里的商户，马上就送离场，好不好？其他人上车，跟我走。2个左边，2个右边。关老师，技术中心那边来电话了。我们送检的那张支出凭证上面的污渍，高哥说是叫花色苷，是花色素和糖的化合物，抗氧化性特别好，所以隔了这么久还是能验出来。pH 值查了吗 pH 值这个还没问呢，追一下，让他们核实一下。好，那这2个有什么关系吗？根据技术中心的检测结果，这似乎是一种植物型染料，酸性的就是红色，碱性就是蓝色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结果直接提醒着我们。是关注卖蓝莓的还是卖天草的？嗯，我知道了。有消息直接通知我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好嘞，关老师。你不是都已经通知他了吗？催半天了，还不出来呀？
喂，支出凭证上的那个污渍又不是尿，怎么隔了这么久，你还让技术中心那帮人去给你测 pH 值啊？你给我打电话，不会是为了给技术中心说情吧？不是，我只想印证一下你问酸碱性这回事儿，是不是为了用来确认花色苷的色层？没错。那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结果。色差仪上显示，那片污渍的可见波长是390纳米，也就是说它是紫色。如果我们继续倒推的话，这个植物染料它既不是酸性，也不是碱性，而是中性。你确定？当然。哦，对了，友情提示你一下啊，这个东西的分子式上来看，它是以糖苷键结合的化合物，这可是大大缩减你排查范围的关键点。这个东西的分子式上来看，它是以糖苷键结合的化合物。那片污渍的可见波长是390纳米，也就是说它是紫色。关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别管我，把犯人先带回去，别忘了凶器。快去啊！啊！想挣脱，却一直在承受；想自由，却盯着手沉默。一瞬间起心动念，黑白分明的眼，一半清晰，一半深渊，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。
敢在无边黑夜醒来，愿意敬畏，幻化诋毁，即刻一生无名的悲。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？或许我会否认的是我接受，因为我爱。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，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，就用敬畏祭奠诋毁，即刻一生无名的悲。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？或许我会否认的是我接受，因为我爱。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？或许我会否认的是我接受，因为我爱。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，没有幻灭，闭上眼，光仍在